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巨大反弹，这里反弹幅度高达1.58%。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它本身是在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因此呢，昨天反弹是行情反弹刚刚开始。那么把时间级别敲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啊，昨天的反弹过程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走到这里面，道琼斯工业指数就有4小时级别当中的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反弹的可能性。那么这里的反弹目标点位呢，给到$33,500。那么把时间级别再敲到日线级别啊，它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上方是存在压力位的$34,000呢，刚好是白色线169日均线所处的位置，所以呢，反弹是有机会反弹到这里，但是到达34,000点附近之后，上方是存在压力。比特币在最近数个交易日内处在一个高位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多空数据来看，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指数一共有五档指数啊，0、1、2、3、4。那到达4档的这个位置啊，就存在很大的回调的概率，因为4档是最高档嘛，到了4档之后，回调概率就比较高。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本轮行情啊，我们切一下图。切到永续合约当中，这里面画出的结构比较清晰啊。在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比特币发动突破。首先我们看到10月16日的这一天，美国 SEC 啊对这个 ETF 做了通过，但是这个消息是假的，所以呢它蹿高到达了3万点之上。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假的突破也让比特币的价格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突破了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位于$28,000的压力位。突破之后，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已经完整的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这个结构呢，非常类似于当前最强势的黄金走势。我们看到黄金走势当中也包含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让黄金突破了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所以呢，到达高位35000点附近之后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调整。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啊，高位出现了一个10月24日8点的这个悟空阴线。那么走到这个位置，当前行情当中所有的围绕悟空阴线的这组 K 线呢，都叫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我们也管它叫做妖怪 K 线。那目前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下方是存在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原因是刚才我们讲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我们多空数据在这里面给出的指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内啊，无论是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啊，它的指数都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啊，最高的啊到达了4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存在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做调整的风险。同时，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刚才说到道指目前和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进程。那么在反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道指的下跌过程当中啊，道指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比特币呢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目前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信号，悟空阳线走出来了。那么相对来说，资金可能就要流到美股这个位置啊，大家在美股行情当中去抄底。那么如果资金进场美股抄底的话，那比特币可能要做的就是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调整。那么根据10月24日悟空阴线的长度来看，那下方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之后，比特币的调整目标点位大概是在$31,500附近。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重点关注的是 ETH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儿。在这个交易对儿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结构啊，缓跌结构出现加速之后，跌破了波谷连线，形成了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大概是在 0.06 附近，跌破之后到达目前的 0.052啊。这个低点呢和前低非常接近，因此呢，当前阶段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容易走出反弹。如果一旦出现反弹，那么行情当中上方焦点位啊将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目标点位呢是在 0.06。那么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反弹到 0.06 的话，将会对以太坊和 USDT 的价格出现快速上涨，以太坊将会走出一轮领涨行情。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呢，到达下方矩形的一个筹码密集区，筹码密集区附近反弹之后啊，焦点构成了一个吸引力作用，反弹之后形成了日线级别上涨吸筹。那日线级别上涨吸筹完成之后，经历调整回踩之后，我们认为以太坊可能会出现一波领涨行情，因为比特币不断创出新高，那以太坊呢始终在筹码密集区附近始终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做盘整震荡，那么它就有机会走出一轮领涨。如果它出现领涨行情，我们将会看到以太坊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目前对于周线级别的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那么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上方周线级别144日均线附近2200美金。根据我们多空数据来看啊，目前很多币种出现了多头信号，特别是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涌动出来非常多的多头币种。空头币种呢，大多数都是前期反弹或上涨幅度过大的，然后在小日线的这个级别上出现了调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最新开发出来的这个多空数据来看啊，这里面绿色、深绿色代表出现频率在3次以上，浅绿色是2次。那么最浅的这个偏白的这种绿色呢，是出现了1次。那么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目前很多热门币种都出现了上涨。那在热门币种当中，我们通过 iQoin 的搜索框就可以查到热门币种、热搜币种、多头出现的这些币种暴力上涨的这个币种。那么可以关注的是 ARK 啊，这个在昨天会员频道当中也给出来了啊，出现 ARK 出现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筹，目前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上方是有唐僧阳线到达1.4美金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呢这个行情当中找热门币种非常简单，多空首先看我们的这个多空数据然后去热搜里面去找最热门的，然后去看这个K 线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样的走势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走出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上涨的收敛三角形呢，只要你没有看到焦点，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结构应该是完整的。上涨结构当中，下边线的位置设置止损，或者是再往下一点设置止损，这样呢，根据它的波动直到焦点位出现之后，才有机会做调整。那么焦点位和焦点位附近的区域是发生变盘的，那急速上涨之后必然会出现大时间周期的下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应该判断日线级别上涨吸筹到达1.4美金，形成完整的唐僧阳线之后，就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当前有仓位的话，耐心等待它完成唐僧阳线之后，如果唐僧阳线是一个减仓的位置，减仓之后呢，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完成之后的4小时级别调整，是进场补仓的一个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